我现在在这一整天，我心情都很复杂。为啥？好紧，就高度紧张。你紧张吗？因为我是刚到，我是刚到，你看不到我。我们全程可以看到你。你现在就杀了我，你不要让我说话了。反正你这边你已经垫好了，我明天去的话就好沟通很多了。玉哥已经没话了。你知道你今天在那个台上，你连说声比利，比利，比利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就笑抽了。比利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。不，我们为什么在别人说断送了职业生涯，你那么高兴？稍微控制一下。不是，赢了重要还是王玉的职业生涯重要？我们把灯点了，不再帮他延续一下职业生涯吗？王玉在隔壁观察室看你呢。啊，王玉没事啊，那个记不住名字也是可以当主持人的，比如我。啊，您也。我记名字多差呀！对，我主持不了所有的红毯，记不住名字，谢谢。哦。好，先祝贺大家完成了第1天的任务，还是很不容易的哈。然后明天就是我们本季令人心动的 offer 最后一个考核，最后1天的任务了。哦，终极考核，最后1天，最后1天。妈呀，说是迟那是快。但是我觉得很好，因为今天1天下来，其实你们也都找到了舞台上的感觉，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总结和收获，对吧？我就是觉得我个人的问题就是陈晨老师其实下午也提到了，就是我可以再强一点我的主场感，就不要太依赖于我的男主持搭档。有的时候自己该冲的时候就往前冲，该 Q 的时候就大胆 Q， 就不要怕。对。因为你还是可以回看的，特别好。回看自己的节目很重要。特别好的是，就是你所有的规则都是没有看手卡，你自己消化过、吸收过，跟他们 Q。贴5张左右，然后每个便利贴上面呢都有跟我们这个剧相关的一些问题。我觉得你还是要坚持，然后你有做反应，然后有接一些梗。但是如果是没有特别的话，就也不要硬接。我觉得这个是好的，就不用把话都堆得很满。整个表现完全合格，完全合格。明天看你，继续改进，然后增加掌控感之后，自己的感受以及我们从观众的角度去看，会不会效果更好一些？好的，好的，真挺好的。就是我觉得我。就是今天其实从完全懵到有一点点对于舞台的一些掌控，对，然后可能我觉得明天我会再多设计一些形式，然后一些内容会更丰富一些。我其实今天跟你说过2次那些内容，我觉得你都做得蛮好。然后今天你几乎每一句话后面都跟了一个好不好。给台下的比利打个气儿好不好？音乐节好好享受好不好？跟你们说一些小攻略好不好？会有些口头禅，你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但你几乎每一句话后边都跟了一个好不好？明天适当减少一下 ，OK。明天多加入一些自己的输出。就跟朗子似的，就是沉浸在里面玩起来，投入，就把自己当一个观众。对。我觉得今天你掌握了现场氛围，这点是完全达到了我们的预期。尤其是跟大家互动、逗大家，这个是很 OK 的。对，然后你明天就放开玩儿，就是你一定要想点新招。其实你选热场这趴，我是挺意外的，但是你现在 hold 住了，所以你明天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不一样的你。好。明天会更好，来，明天会更好的。明天是你们4个最后一次考核的表现机会了，再不表现，你们只能在下一次找别的舞台、别的场合去表现，不要怯懦。有了今天的基础，你们明天肯定每个人的表现都更上一层楼，毫无疑问。好，散会，各回房间。加油吧，最后1天了，坚持就是胜利。朋友们，质感在哪儿？怎么回事？这句话只对了4个字，那个地方。
但关键词没对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来吧，青岛组第一天的考核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的表现。韵林提前的功课做得非常足，所以每一轮的互动行云流水，丝滑极了。然后诗文那趴其实非常难，外面嘈杂，声音很大，拾音效果都不太好。你还跟人静下来，跟这些歌手们、脱口秀演员们深度的聊一聊，其实是蛮难沉浸下来，而且没办法提前沟通。然后程朗真的一如我们的期待，他在那玩的跟那些外景之王，真的外景之王，哇，这个评价太精准了。玉哥呢，刚刚开始前2趴有一点点小紧张，具体表现在这2个名字上，小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。后面从容，后面应该是翻过来了，及时调整了心态。各位有没有经历过像之前玉哥那种，就是差一点想要说出那句话，我要断送我的职业生涯的那种时刻？有啊有啊。成都林林，你说说。我自己在就是这句话，我在我直播的时候，环节是让我复刻这句话，我当时就是忘记了，我太熟悉了，内化于心了。这句话就是天高任鱼飞，羽毛涌向水，马天宇雄起，成都林林爱死你。这句话，结果把马天宇说成了马嘉祺。哎，会不会大家觉得是个梗？心里都是兄弟啊，也没毛病。大家确实觉得是个梗。对，就是啊。我心想坏了，差点就断送我的职业生涯了。哇，大家是不是还挺佩服你的即兴能力的？那我比他严重多了。陈琳老师，对我念错名字可比这严重多了。您是新闻节目，对，还是时政新闻。时政新闻念错了。但这个给了我特别大的教训，就是主持人是活在当下的，就你来不及为上1分钟后悔，你要想的所有的事情是补救当下，且从这一刻开始，还按照你正常的心态把剩下的事儿做完。第2件事情是，你甭以为你已经是可以直播这种大会的主持人了，随时可以让你的职业生涯再次中断。所以这就是直播主持人要承担的压力。所以这一件事情教育了我2遍。但这个心态真的是核心，就是做直播的人，就是能知道张老师说的这个好重要。如果你不活在当下，一个崩塌了，接下来一连串崩塌，这个赛程就完蛋了。你有过类似的感受？我这个就比较小，因为刚刚大家在说那个就是化成自己的话，但还有一种话是你没有办法化成自己的话。那就是广告的一些话直播的时候，就是它其实原来就是说我们的场地是在比如说澳门金光综艺馆，对，跨年。但是因为前面一直在说澳门，然后我就说的时候就说以及在我们的金光综艺馆，但是你少了澳门，但是人家的这个 title 你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改变，所以我当时听完了之后，感谢本场馆的大力支持，让我再一次说我们感谢澳门金光综艺馆。因为那个你后来再补的代价会比你及时更正的代价会更大，所以你必须得圆。确实，我有一个没那么典型的，那个我当时第1次参加综艺，然后当时我们在后台，龙丹妮老师去后台就看看大家，然后他去了之后，我和广志在那儿，但当时真不认识。龙丹妮老师也客气说：“哎呀，真好看，这俩小伙子。”我俩在那儿上劲儿了，说：“这就好看了啊！你也没见过啥呀，啥也没见过呀，我俩。”然后丹妮老师走了之后，我为工作人员说：“你知道那谁吗？那是龙丹妮老师，他见的最多了，像你这好看的。”哎，但是比你好看的的确不多见。哎。我只能说，你见的是真多。就刚才整个聊的过程当中，还有一个场景，我觉得是非常难展开的，是诗文的工作场景。后台嘈杂，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场合，比如说红毯的时候时间紧、任务重，然后又只能是点到即止，也不可能专注深入，这个环节是挺难的。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？其实我的感觉是，台本上可能只会给你1到2个问题，但是现场发挥的话就是随性来。那我当时我就所有的女嘉宾，我都先问穿着，因为他们当天的衣服就是跟红毯设计相吻合的，所以我会先从他们的衣服穿着入手，然后再其次问他们当天的心情，这是最简单直击的方式。然后再我们把重心放到粉丝想要问的问题里面，就是他们关心的剧宣啊，或者是一些新的作品啊、新的歌曲啊这些内容上面。对，这大概是我的一个3步走的一个框架。
其实挺同意他刚刚说的，就是问服装。我自己的心得是因为我觉得红毯它的难度在于，就是访谈它还是一个相对充裕一点的时间。但是红毯，你看刚刚问的时候，一般就是孙悟空的3个毫毛，3个问题，对，拔到你必须每一个问题都是有效的。是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在特别嘈杂的情况下，我自己的心得就是问事实，但不要问感受。对。比如说这个造型的妆造是你第5张专辑当中的主打，我发现了，那你是什么想法？比如说类似这样。然后刚刚诗文刚刚也有问嘛，说你是不是第一次在机场作为你那个音乐节的开场？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切口好，就是在于短时间当中，因为问题又有限，所以就是只问事实，不要去问感受，这个会让你的整个访谈会变得更有效。哦，哎，这说是采访小技巧，那我们直接实践一下。咱问一下咱现场的这些人怎么样？互问。我有要问的，我要问陈明老师。哦，开直播和上课和做主持的这个，你觉得这个不同的点在什么地方？就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吗？都是表达者。哦，哎呦，那表达的内容侧重点应该有不一样吧？几乎没有不同，都是自己真心的感受。那说明你没有做出在这些里边做出差异化来呀！不用心呀！哎，我也想到问题了，我问纯叶。好，那我就下个问题问你吧，你先说。那我不问你了。你别。先问，问完再问。就是因为你经历了很多季的 offer， 你觉得我们这一季跟其他 offer 带给你不太一样的点是在哪？因为这是我们第1季主持人季，所以这是主题就不一样了啊，就核心的这个底层就不一样了。那我会问您吧。哎，您说说。因为啊，您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做出奇制胜，是吧？早忘了，我们现在是退子。吞子。因为大家说出奇制胜嘛，就是你们很好的，是我们节目的缓解尴尬的最佳的组合。如果下一季令人心动的8，你俩只能来1位的话，您觉得谁能来？出奇制胜只能来1位的话，我觉得不光是出奇制胜，所有人只能来1，我也希望我能来。我特别珍惜 offer 给的这次机会，我希望能一直拿到这个机会。谢谢。厉害，你们俩过招完毕。我想问乐园，那个就是你觉得现场的4位男嘉宾，谁身上有奥斯卡的特点？男嘉宾。我觉得首先现场的4位男嘉宾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特点，但是您要说最有质感的呢，那还得是我们朗子。也就我们4个，你1个没看上。我们输朗子这么多。奥斯卡确实跟他们俩确实长得很像。玲玲看到朗子第一眼，他就说了一句：“你跟那个奥斯卡很像。”然后我朋友就发给我，我说你们竟然这样梦幻联动的吗？好像是有一点，主要是那个眼睛那一块儿。对，这个就是委婉的说你们4个都被淘汰了。来下一个问题。服了。但是我确实有一个小问题，因为我跟纯叶姐特别熟，那我就问纯叶姐了。那纯叶姐，你说是心动的信号录着好玩，还是令人心动的offer？你这是还得是你呀，乐言。哪个更让人心动？我的心脏有左心房和右心房，我的左心房里装着心动的信号，右心房里装着令人心动的 offer。所以心动的 offer 是在后面说到的，对不对？不带你这么挖坑的。你把这个问题扩展一下，再问一下徐医生吧。徐老师，你录过的腾讯的综艺里面，你觉得录哪一个是只能说一个，是最让你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的有质感？我觉得有我的节目，因为我去哪个节目的质感就被提升了。跟哪个节目质感提升的最多？提升最多的，我觉得是咱们这个节目，
你就说我们节目质感最低，是不是？好提升是这意思。对，基础差，底子差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一句话能得罪6个人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那边导演默默地记录了下来。下一季反正我们6个肯定，我猜应该会在。你会的，就我不在了，你有点难。心动的信号，咱们明年。是的，冒汗不？冒汗不？有点热。不是，我们为什么凭空加了这么一个环节？本来是非常和美的观察室，对，突然间在我面前万箭齐发，再不互相伤害，没有时间了。我们3句话已经出现了第1句，剩下2句在哪里出现？是对谁说？是谁说的？现在确实还不知道，也许下一段 VCR 就能揭晓。来了，一起进下一段 VCR。